我叫唐诗。5年前，我被家族像丢垃圾一样扔到了海城，自生自灭。5年时间，足够一个人脱胎换骨。我读遍了天下医书，也掌握了世间器械的奥秘。原本只想低调回京给爷爷祝寿，没想刚出门就捡了个大麻烦。救我！松手，别把血蹭我车上。哪来的野丫头，滚远点，不然连你一起宰了！宰了我？上辈子敢跟我这么说话的人，坟头草都2米高了。我叹了口气，既然非要往枪口上撞，那就拿你们练练手吧。吵死了！我低头看向那个这就剩一口气的男人，长得倒是挺祸国殃民的，可惜快死了，枪伤离心脏只有几毫米，去医院就是自投罗网。忍着点儿，没有麻药。我发了个定位给他的手下就溜了，但我没想到这一刀下去，救回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京城最不讲道理的疯子陆廷。第2天，我被接回了京城唐家。阔别5年，这里依然金碧辉煌，也依然让人恶心。一回来就摆这张臭脸给谁看？要不是老爷子逼着，谁稀罕接你这个丢人的玩意儿？妹妹，你别怪妈，她也在外面学坏。虽然你名声不好，但只要你乖乖听话，家里还是有你一口饭吃的。听听这盛世白莲花的发言，这是在提醒我只是个名声狼藉的弃女，而她是高高在上的千金大小姐吗？收起你那套假惺惺的做派，我看着反胃。你这个逆女！都给我闭嘴！诗诗回来就好，有爷爷在，谁也别想欺负你。爷爷给你安排了京城一中，明天就去上学。看着爷爷苍老的脸，我收起了浑身的刺。整个唐家也就这老头还算个人，不过京城一中那可是贵族学校，看来我的高中生活注定不会平静。第2天，我背着书包来到京城一中，本以为是简单的入学，没想到这校长办公室的门比我想象的难进。海城一中开除的学生，唐家也真是什么垃圾都往我这儿塞。唐诗是吧？我们一中不收有污点的学生，请回吧。污点？我的履历要是全写上去，怕吓死你！我刚想转身离开，校长的私人手机突然响了，他漫不经心的接起，下一秒脸色瞬间惨白，腰弯的像只煮熟的大虾。是南特助，停业的意思。哎呀，误会，天大的误会，我这就办，马上办。挂断电话，龙校长满头冷汗，双手将入学通知书递给我。唐同学，刚刚是考验你的心态，欢迎加入高3、8班。看着这前倨后恭的丑态，我扯了扯嘴角。陆廷，那个男人动作倒是挺快。我来高3、8班教室，直接推门而入，并在最后一排坐下。哇，美女，你也是被发配到这儿的吗？我叫陆瑶，交个朋友。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一群不速之客就围了上来。你就是那个不知廉耻的唐诗，离我们婉婉远点，否则让你在京城混不下去。苍蝇真是哪儿都有。我缓缓抬起头，眼神冰冷。林青青伸手想推我，我反手扣住她的手腕，用力一折。放手！杀人了！手不想要了，我可以帮你全班死记。我甩开林青青的手，像丢垃圾一样，滚！林青青狼狈逃窜。酷毙了，大佬，以后我跟你混。看来这学校的日子不会无聊了。打跑了林青青，我以为能清静会儿。没过10分钟，教导主任就气势汹汹地杀到了教室。唐诗，刚转来就敢打架斗殴，你这种害群之马，马上给我滚出一中！主任，是林青青先动的手。你闭嘴！陆瑶，再多嘴，连你一起开除！唐诗，把你家长叫来，现在！叫家长？我冷笑一声，刚准备收拾东西走人，顺便教教这个主任怎么做人。陆廷一身黑色高定西装，身后跟着助理南风，气场强大的让整个办公室瞬间降温。他径直走到我身边，眼神睥睨全场。教导主任吓得腿都软了，手里的茶杯啪的掉在地上。这可是传说中的陆家掌权人，京城活阎王陆廷啊！我就是他的家长，你有意见？廷爷，您怎么来了？这是误会。误会？你要开除我的人，还说是误会？是委屈了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小叔，你终于来了！他们欺负我和诗诗。陆瑶叫他什么？小叔？这傻白甜竟然是陆家的小公主！南风，这种是非不分的学校，我看也没必要存在。还有林家，既然不会教你们，那就别在这个圈子里混了。看着刚才还趾高气扬的一群人，现在像孙子一样跪在地上求饶，我只觉得讽刺。走了，带你回家。回家？我哪还有家？紫藤公寓，以后你就住那儿，我就在隔壁。紫藤公寓，京城寸土寸金的富人区，这男人到底想干什么？陆廷把紫藤公寓的门卡塞给我时，我是拒绝的，但一想到那个只有冷漠和算计的唐家，从今天起你就住这儿，缺什么跟南风说。这么强势，不过看在房子的份上，忍了。我以为这只是个暂时的落脚点，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出了状况。也许是淋了雨，或者是之前的伤没好利索，半夜我突然发起了高烧。
怎么了？迷迷糊糊中，我感觉被人抱了起来，那个怀抱很暖，带着淡淡的烟草味。冷，热。唐诗，醒醒，把药喝了。不吃，苦。无论他怎么哄，我就是不肯张嘴。最后，我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只感觉唇上一热，一股苦涩的药汁滑进了喉咙。什么东西，软软的。晨光微熹，我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陌生的床上。昨晚那个吻，陆婷，那个混蛋！看着他一脸淡定的样子，我都怀疑昨晚是不是做梦。醒了，过来吃早餐。病好后回到学校，麻烦果然又找上门了。这次还是那个林青青，只不过换了个花样。手滑哟，反应挺快啊！唐诗，敢不敢比一场？输了的滚出一中，跪下磕头。林青青，你欺负人！诗诗根本不会打篮球。不敢，那就现在跪下。既然你非要把脸凑上来让我打，那我就成全。你们5个一起上吧，赶时间。此话一出，全场哗然，林青青更是气笑了，觉得我是不是疯了？吓死我了！唐诗一个人打5个，这也太欺负人了吧！哎，你们看，林青青上了。我操，灌篮！接下来就是单方面的屠杀。打赢了，虐菜而已，但我没想到林青青的报复来得这么快，而且是冲着陆瑶去的。晚自习，我发现陆瑶不见了，桌上只留下一张纸条，想救人去西郊废弃工厂。林青青，你千不该万不该动我在意的人，龙有逆鳞，触之必死。哭什么哭？等唐诗来了，我要让你们这对姐妹花一起下地狱。这妞长得不错，这皮肤。放了他，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哟，买1送1，这妞更极品！兄弟们，给我上！我仅仅用了3分钟，地上就淌满了哀嚎的怒喊。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你想吓死我吗？我愣了一下，感受到他颤抖的身体，心底某处柔软了一瞬。我没事，这些垃圾还伤不到我。南风，林家不用存在了，还有这个林青青，我要她把牢底坐穿。这一次，我是真的生气。开庭这天，林青青鼻子贴着纱布，坐在原告席上哭得梨花带雨。她的金牌律师舅舅赵云凡口若悬河地控诉我是个反社会暴力狂。法官大人，被告唐诗手段残忍，重伤我当事人，这种社会败类必须严惩。听着这倒打一耙的控词，我忍不住笑出了声。被告，你有什么要辩护的吗？有，我承认我打断了他的鼻梁，因为他欠打。大家都听到了，他毫无悔改之心。我没理会这个跳梁小丑，直接将一枚 U 盘递交给法警。跟我玩法律，你们还嫩了点。法官大人，这是林青青买凶绑架我同学的转账记录、工厂监控，以及他打电话勒索我的录音。林青青，你慢慢享受后边的生活吧。被告人林青青因绑架、勒索、故意伤害等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5年。阳光正好，陆婷的那辆银色兰博基尼早就在路边等我了。校园里的垃圾清理干净了，接下来该回唐家收收利息了。爷爷的80大寿，整个唐家的人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毕竟我是一个被流放海城5年、身无分文的穷光蛋。
爷爷，这是我从小到大的压岁钱，花了300万在拍卖会上拍来的极品玉手镯，祝您福如东海。听听这懂事的话语，周围的亲戚立刻开始了一波疯狂的彩虹屁。婉婉真是太孝顺了，唐诗啊，老爷子平时最疼你，你今天不会空着手来的吧？踩我捧他，想得美！我准备的礼物在路上了。话音刚落，包厢门被推开，几个黑衣保镖护送着一个顶级鉴定专家，双手捧着一个半米长的紫藤木盒子走进来。请问哪位是唐诗小姐？您托我们拍下的画送到了。爷爷，我知道你喜欢大师的画，这幅真迹送给你。全场愣住，随后爆发出哄堂大笑。我掩嘴轻笑，眼底满是嘲讽。妹妹，你别开玩笑了，大师的真迹有钱都买不到，你拿一副赝品来糊弄爷爷？就是，没钱买礼物就算了，拿张破纸来骗人，真是丢唐家的脸。看着这群跳梁小丑，我连解释都懒得解释，还敢拿出来丢人现眼！今天我要是不把你这幅假画给砸了，我就不姓王。瞎了你们的眼！这是大师绝笔真迹，昨天在苏富比拍卖行以8000万的天价被唐氏小姐拍下，如假包换。唐婉的脸瞬间惨白如纸，舅妈的表情更精彩，嘴巴张得能塞下鸡蛋。好，还是我的诗诗最懂我。看着唐婉那张极度到扭曲的脸，我心情大好。8000万算什么？我要让你们知道，你们眼里的天价，在我这儿不过是一点零花钱。刚收拾完家里的破事儿，学校这边又不安生。月考成绩发榜，我们高3、8班的物理成绩全校垫底。唐诗，你不仅是个不良少女，还是个老鼠屎！这次月考全班倒数第一，你是不是作弊抄了别人的答案？竟然敢给我交一份满分卷上来！我从桌上抬起头，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孙亚正在对龙校长告状，要求立刻开除我。龙校长，这学生我教不了，他一个海城被开除的垃圾，怎么可能物理考满分？必须开除！承认别人比你强，就这么难吗？唐诗，这套卷子如果你能考50分，我们就相信你没有作弊。孙老师，要不一起考考看？你如果不如我，就给我滚去管宿舍。考就考，我怕你不成。国家级竞赛题，在我这个前世的科研大佬面前，就跟做1+1等于2一样无聊。1个小时交卷。一班的物理权威陈老师被请来现场批改。这怎么可能？选择全对，大题全对，这套题连我都做不到满分。唐诗满分。他的卷子上只有可怜的78分。孙老师，你的业务能力连学生都不如，从今天起，你去管宿舍。看着孙亚像丧家之犬一样滚出办公室，我打了个哈欠。学霸这层马甲我也懒得装了。爷爷把唐氏集团20%的股份转给了我，这可把我那位满眼只有利益的亲爹急坏了。唐总裁，公司这几个季度连连亏损，你这个执行总裁如果没能力，就该退位让贤。我是唐家的人，手里有股份，除了我，谁有资格坐这个位置？今天是1年1度的股东大会，他以为我这个18岁的小学生不敢来。谁说没别人？我这不就来了吗？唐诗，这里是公司董事会，不是你过家家的地方，滚出去！看着我这位血缘上的父亲，我连最后一点耐心都没有。别忘了，我手里有20%的股份。我提议罢免唐一的执行总裁职务。全场倒吸一口凉气，唐一不敢置信地瞪着我。你这个逆女，你敢串通外人夺我的权？让有能力的人上，这叫及时止损。既然谁也不服谁，我们打个赌，唐氏旗下亏损最严重的青城彩妆交给你，1个月为限，谁的盈利高，总裁的位置就是谁的，敢不敢赌？好。小妹妹，你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好，我陪你玩。青城彩妆因为前段时间的毁珠丑闻已经被全网抵制，在所有人眼里，这就是个死局。死局，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翻不了的盘。接手青城彩妆的第一天，我就迎来了地狱开局。一个叫郭艺林的小明星在网上哭诉用了我们的产品毁容。林薇，青城已经臭了，大家跟我去对面。门在那边，要滚趁早。既然要重塑品牌，这种垃圾留着也是碍眼。1周后召开新品发布会，网上的舆论我会亲自解决。没想到冤家路窄，正好碰到了那个罪魁祸首。给我3000万封口费，我可以放倾城一马。你的脸明明好好的，为了红连脸都不要。唐诗，你为什么打我？演技这么差，就别混娱乐圈了。他千不该万不该，惹到我这个黑客祖宗的头上。他敲诈勒索3000万的嘴脸已经被我捏在手里了。好戏才刚刚开场。
新品发布会这天，郭叶林正在对面开记者会卖惨。我绝对不会向恶势力低头。而我们倾城的会场连一只苍蝇都没有。哎呦，林薇，连个代言人都请不到，等死吧！等死！看看网上爆了的热搜再说话吧。舆论瞬间两极反转，记者们像疯了一样涌了进来。林总，请问倾城的新品有代言人吗？代言人当然有，而且是国内最顶级的国际影后林夕。倾城的代言人是我，因为我相信我的死党唐诗。这才叫万众瞩目。倾城危机完美解除，倾城彩妆大卖，我带着全公司妹子到济州岛度个假，谁知刚到酒店，助理小雅就被一个贵妇扇了一巴掌。打人的事怎么不叫我？这男人是属狗的吗？怎么我到哪儿他都能找我？手打疼了没？以后这种粗活让我来。晚上全公司一起去吃烤肉，张嘴。在全公司妹子暧昧的尖叫声中，我红着脸咬下了那块肉。看来这次济州岛之旅注定不会太平静。济州岛的夜晚海风微凉，我忘带房卡了。没带房卡，去我房间吧。我去前台补办一张就好。我刚想拒绝，陆婷却直接把我拉进了她的房间。上下跑太麻烦了，你不是累了吗？去床上睡一会儿。这男人到底安的什么心？不过这床确实挺软的。迷迷糊糊中，我感觉有人坐在了床边。我本想睁眼，却困得连思绪都融化了。诗诗，起床吃早饭啦！我什么都没看到，小叔你别杀人灭口啊！你脑子里在想什么？我只是睡了一觉。回国后，陈老师非拉着我辅导丁彦北做实验。唐诗，这可是你自找的。刚回教室，学校论坛就炸了。诗诗，你看学校论坛，他们造谣你勾引丁彦北。妹妹，你怎么能在学校做这种事呢？唐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唐婉，戏演的不错，不过你最好祈祷发帖人的 IP 地址别让我查出来。跟我这个黑客祖宗玩网络暴力，你们是对力量一无所知。罗校长，那个叫唐诗的不良少女，今天必须把她开除。丁董，这还需要调查？丁董好大的官威啊！学校是你家开的，你这个没教养的野丫头，人证物证俱在，马上给我滚出一中！看着他那副不可一世的嘴脸，我懒得废话。看清楚了，是我勾引你儿子，还是你儿子单方面给我盖衣服？造谣诽谤，我是可以报警的。要我帮你拨110吗？妈，你闹够了没有？是我暗恋唐诗，是我主动给她盖的衣服。面对意中男神的当众表白，换做别的女生早就感动哭了。唐诗，你别得意，等梁慕成回来，我才是名正言顺的梁太太。唐婉心心念念的未婚夫梁慕成终于从国外回来了。5年前他被流放海城时抛弃，现在居然还有脸来找我。诗，我回来了，我终于看清了唐婉的真面目。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梁慕成，你是不是对自己的魅力有什么误解？好狗不挡道，滚开！诗，你别赌气了，我是真心的。诗，我说过别碰我，一次不忠，终身不用，你连当垃圾的资格都没有。慕成，你为了这个贱人连尊严都不要了吗？滚开，别碰我！就在这出狗血三角恋让我觉得无比反胃时，火眼望来了。梁少听不懂人话吗？他嫌你恶心。你是谁？凭什么管我们的事儿？凭什么？就凭她是我的女，再敢纠缠她，我让整个梁家在京城消失。看着陆婷棱角分明的侧脸，我突然觉得被这个霸道的男人护在怀里，感觉还不赖。一次不忠，终身不用，我的余生只会留给对的人。梁莫成因为被我拒绝，失魂落魄冲出马路，被车撞飞了。这本来跟我没关系，但梁家人显然不这么想。车门瞬间反锁，梁夫人满脸阴沉，高高在上的看着我。唐诗，慕成为了你连腿都快废了，现在他要见你，你不见也得见。梁夫人，他腿废了，那是他自己不长眼。开门。开车，别理他。真以为我是5年前那个任人揉捏的受气包？你疯了！快放手！唐诗，你这个疯子，快停下！我给过你机会停车，既然听不懂人话，我只好亲自教你。刚坐下没多久，那辆熟悉的银色跑车就急刹在我面前。我来晚了，梁家那个老女人没伤到你吧？没有，我这不全虚全伪的吗？在这个男人面前，我那满身的刺好像总是会莫名其妙的收起来。爷爷的脑部手术风险极高，我只好把远在国外的师兄叫了回来。小诗诗，这么久不见，想我了吗？把衣服扣好，说正事。别紧张，喝点酒放松一下。手术方案慢慢来。
最近累坏了吧？好好睡一觉。南风，查到他定位了吗？您拨打电话已关机。林野，定位显示在君汇酒店，但具体房间……你对他做了什么？找死！喂，你谁呀？有病啊！别打了，我是医生，我是他师兄。你们在干嘛？小诗诗，这疯子打我，他谁呀？不让我跟着，就是为了来见他。我和他到底谁更重要？他是我师兄，国际医学组织的故师，我叫他回来救爷爷的。听到师兄和救爷爷，堂堂活阎王身上的杀气瞬间消散。下次再敢单独见别的男人，我就用链子把你锁自枪。喂，我还在地上趴着呢，能不能先把我扶起来？这个吃醋的活阎王，真是拿他没办法。刚把吃醋的陆婷哄好，我就在西餐厅门口遇到了一个不知死活的女人。拍什么拍？你跟踪我就是为了偷拍我，你个狗蛋！看着躺在地上的手机，我的耐心彻底耗尽，捡起来。大家快来看看这个跟踪狂！小妹妹，你不能这样侵犯我的隐私啊！小姑娘，趁我没发火，赶紧滚！跟我比背景，看来你们是嫌自己凉的不够快。谁给你们的胆子摔我女人的手机？婷爷，这都是误会，我真的不知道。既然瞎了，这双眼有用，封杀他！我要让他在华夏国超此。是实话，偏偏惹这个有重度不短症的活阎王。不了，姐姐，求求你！疫情这种跳梁小丑，林夕一个微博包场，就让他的事业彻底崩塌。发完微博了，林夕倒是挺护着你。一个疫情而已，还不值得我亲自动手。婷爷，很晚了，你不回去，我以为他会像往常一样克制，可他看我的眼神，却像一团要把我燃成灰烬的火。唐诗，你到底有没有心？你打得过雇佣兵，却唯独不肯分给我一点依赖。婷爷，你自制力变差了。面对你，我要什么自制力？我把命都给你，你连个承诺都不肯给我。他的呼吸滚烫，那种前所未有的酥麻感，让我那颗冰封了5年的心，竟然产生了一丝渴望。算了，你年纪还小，我洗个冷水澡再走。堂堂京城活阎王，居然因为一个小姑娘不给承诺而落荒而逃。陆婷，你真的比我预想的还要陷得深。承诺吗？只要爷爷能活下来，你要什么我都给。唐婉为了掩盖她偷拍造谣的真相，把安琪当成了替死鬼。唐婉，你说过会帮我的，结果呢？哟，瞧瞧这是谁呀？妹妹，你误会了，他是来跟我道别的。还在演？唐婉，你这副面具戴得太久，连自己都信了。收拾完校园的烂摊子，我回到了那个让我反胃的房子。唯一值得我停留的，只有爷爷。爷爷，我请了全世界最好的医生，这一次你必须接受手术。诗诗啊，爷爷老了，不想折腾了，留你一个人在唐家，爷爷不放心。你还没看着我嫁人呢，说话不算数，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爷爷的手抚上我的头顶，那一刻，我感觉到了他求生的意志。既然爷爷同意了，接下来的手术室就是我的战场。爷爷的手术迫在眉睫，我把他接到了京城最好的中心医院。快，顾神医的车到了，一定用最高规格接待。院长这副毕恭毕敬的姿态，让路过的唐家亲戚都看傻了。哟，唐诗，你克的我儿子还不够，现在又带着你那快断气的爷爷来占便宜了。这个老女人，大概是觉得全世界都得给她陪葬。这位大妈，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喷粪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个小医生敢这么跟我说话？院长，你快把这个垃圾开除了！顾神医，您总算来了，手术室已经按您的要求全部清场。这位是我姑奶奶，她不点头，天王老子病了，我也没空。既然他这么喜欢权势，那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绝望。非说京城来了个大人物，除了我没人能动。顾神医，这可是心脏手术，你带个戴兜帽的学生进去，这是拿我的职业生涯在赌命。老院长，你的职业生涯值几个钱？这位要是不点头，我连手术刀都拿不稳。我婉的听他们磨叽，推开吴军师的大门。手术台上的人气息微弱，但我才是那里的王。护士，止血钳，计时40分钟。这是上帝缝合术，他到底是谁？ 35分钟，我放下剪刀，连呼吸都没乱。
明天我爷爷入院，我主刀，你有意见吗？没意见，只要您愿意，这医院我送您都行。搞定，马甲暂时寄存在这老头手里。至于陆婷，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危险，像是在看一件稀世珍宝。我原以为铺好了路，爷爷就能安稳手术，可我低估了人性，更低估了唐家那帮畜生的疯狂。刚从死神手里抢回一个大人物，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家里那群臭虫就闻着味儿过来了。逆女，老爷子要做手术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敢瞒着我！你是不是想等他死在台上，你好吞掉股份？爷爷还没上台，你就已经在想他死后的账怎么分了。唐颖，你配为人子。唐总，这只手如果你不想要，我不介意帮你卸下来喂狗。陆婷，这是我们唐家的家事，我是他老子。在我眼里，他就是规矩。南风，带唐总去郊区那个清静的地方待几天。放开我！你们不能这样对我！啊！对不起，我来晚了，没吓着吧？你觉得这世上还有什么能吓着我？除了看着这个在京城呼风唤雨的活阎王，为了我，竟然屈尊降贵在病床前尽孝。我那颗冰封了5年的心，终究是裂开了一道缝。暴风雨前的宁静，我知道明天爷爷的手术室外才是真正血色弥漫的战场。爷爷突发脑溢血，子弹碎片移位，那是必死的局。唐氏，医生都说老头子没救了，你现在进去就是想伪造遗嘱？滚开！最后一次警告。你懂什么医术？保安！唐英，你在干什么？唐小姐是国际医学组织最高顾问，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南风，唐总太吵，带下去。放开我！你们不能这样！隔着玻璃，我看到陆婷站在门外，那是她给我最沉默也最狂热的承诺。全部听唐氏一指挥。开颅，顾时抽吸。是。爷爷救回来了。陆婷的怀抱很暖，但我知道外面的世界还没清算完。唐姨、赵家，你们准备好怎么死了吗？爷爷的手术很成功，我也终于腾出手来，清理唐氏集团内部的垃圾了。1个月的时间到了，我手里的项目，这个月净利润5个亿。你那个被全网抵制的破彩妆，怕是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吧？哼，小妹妹，商场可不是过家家。5亿，那点零头你也拿得出手？倾城彩妆当月净利润30亿，谁赢了？不可能，这绝对是假的！你一个黄毛丫头，怎么可能？商场如战场，我只看结果，愿赌服输。从今天起，唐氏执行总裁的位置归我了。唐氏，我是你老子，你敢！在家里你是我生理学上的父亲，但在唐氏，我是你老板。保安，把这个闲杂人等丢出去。放开我！我是唐家的人，你们不能这样对我。还有谁有意见？没意见。看着唐英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被扔出大楼，我心里没有半点波澜。唐氏，你不得好死！唐家欠我的，我会连本带利一点点拿回来。唐英被赶出唐氏后，唐婉彻底慌了。梁琦砸重金为他办了一场个人画展。婉婉真是才华横溢，这幅画意境深远，不愧是我们梁家看中的准儿媳。阿姨过奖了，这画我准备了整整3年，倾注了所有心血呢。妹妹，你已经被赶出家门了，今天这里不欢迎你。赶出家门，我是来拿回我自己的东西的。唐氏，你嫉妒我的才华，竟然毁了我的心血！保安呢？大家睁大眼睛看清楚，右下角的夹层里藏着什么？从5年前开始，你所谓的所有获奖作品，全是我扔在废纸篓里的练手草稿。不是这样的，你诬陷我！诬陷？这画的笔法叫千秋骨，而我就是千秋，你连偷都偷不明白。看着唐婉彻底崩溃，瘫软在地，我知道这朵盛世白棉花再也翻不了身了。
M 国黑客联盟查到了我在京城的活动轨迹，疯狂攻击了陆氏财团。停爷，是 M 国的上帝之手联盟，防火墙最多还能撑3分钟。这么热闹，这里有危险，南风，送他回去。这男人都快破产了，还这么讲究。三小姐，这可不是打游戏，你别乱动啊！拿着，闭嘴。敢动陆婷的公司，那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金色凤凰，这是世界黑客排行榜第1的标志。三小姐，你是幻影？搞定，对方的主机我已经烧了。神医、车神，现在又是黑客之王幻影。唐诗，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刚帮陆婷解决完网络危机，我去商场买个东西，就碰上了麻烦事儿。沈队，这是 M 国最新型的，线路太复杂了，撤退，疏散人群。好，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临阵退逃这个词。唐诗，你疯了，快回来！让开，你的人不行，不代表我不行。啊！唐诗，那是真炸弹，剪错一根线，整个商场都会被夷为平地。搞定，带走吧。刚走出警戒线，火焰旺就到了。谁准你做这么危险的事的？如果这样怎么办？我有把握。我不要你的把握，我只要你活着。看着他这样，我心里的那道防线好像彻底塌了。拆弹事件后，陆婷把我带到了一个我从未涉足的地方——陆氏的地下审讯宫殿。京城人口中闻风丧胆的活阎王地宫。廷爷，查出来了，是赵家余孽买凶，目标是唐小姐。这里就是我真实的世界，充满血腥、暗杀和尔虞我诈。唐诗，你会怕我吗？他怕他的黑暗吓跑我，可他不知道，我也是从地狱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修罗。怕？廷爷，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别人眼里的地狱，在我眼里不过是个游乐场。唐诗，这是你自己选的。既然看了我的世界，我就再也不会放你走了。陆婷，既然你敢向我敞开地狱的大门，那我陪你一起沉沦又何妨？期末考试结束，我正打算和陆瑶好好吃顿饭放松一下，偏偏有个不知死活的蠢货，非要在这个时候跑来送人头。唐诗，你去死吧！毁了你这张脸，看你还怎么勾引男人！诗诗，小心！想毁我的容，就凭他这养尊处优的三脚猫力气，骨头脆得像纸一样，真是不堪一击。我的手，烫死我了！给过你机会了，真当我是任人拿捏的活菩萨？唐诗，你这个魔鬼，你废了我的手，我不会放过你的！走。这位平时高高在上的名媛白烟花，现在像条在泥水里挣扎的蛆虫。唐少子，救命！他们要废了我的手！赵晨毅，你找死！我赶到后台时，离演唱会开场只剩10分钟。没鼓手，这场演唱会面临天价违约金。赵晨毅这招真他妈毒！唐诗，我的手。把阿胜的演出服和面具给我，今晚我上。你会打鼓？曾经，我也是这支顶尖乐队的初代核心。虽然太久没碰鼓槌，
但当全场灯光亮起的那一刻，血液里的狂野彻底苏醒了。我的女人到底还藏着多少惊喜？穿别的男人的衣服，唐小姐，我吃醋了，后果很严重。看着这活阎王偏执的眼神，今晚我是别想轻易脱身。演唱会结束，陆廷的人已经把暗算阿氏的混混头目抓了过来。哼，小丫头，我是赵晨义赵公子的人，你敢动我，赵家绝对弄死你！赵晨义，原来是这个阴魂不散的跳梁小丑，他要了阿氏一只手，总归要付出点代价。我的手！收拾完喽啰，接下来就该对付正主了。我跟着陆廷回到陆氏财团，借用他的顶级电脑。赵晨义那种小角色，我让南风处理就行，何必脏了你的手？虐菜这种事，当然是亲自动手比较爽。搞定。怎么回事？系统全瘫痪了！幻影，是幻影！赵晨义以为花千万年薪请来的安全工程师能挡住我，他根本不知道，在黑客之王幻影面前，那层防火墙薄得像张纸。赵晨义，准备好迎接真正的绝望了吗？给赵家送完大礼，我顺道回唐家拿点东西。谁知这个夜晚，偏偏有人按耐不住。唐诗，你去死吧！只要划划你这张脸，就再也没有男人会多看你一眼。刀尖离我只有1寸，就他这可笑的慢动作，连我当年在训练营的盲人对手都不如。杀人未遂，唐婉，你胆子确实变大了。想回我的容，那就让你在这里好好冷静冷静。婉婉，唐诗，你怎么能这么恶毒？她可是你亲姐姐啊！她昨晚可没把我当妹妹。今天她要带我去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所谓京城顶级圈子的宴会，不过是另一场虚伪的名利场。周围那些名媛千金嫉妒的眼神，简直快要把我身上的旗袍烧出几个洞来。等我一下。这个叫秦霜的小明星，仗着自己是秦家大少的新欢，故意跑来给陆瑶姐难堪。我和秦淮的婚礼，你能来做伴娘吗？哎呀，手滑！在我面前动我护着的人，不知死！啊！你干什么？你知道我是谁吗？秦淮不会放过你的！我管你是谁，再敢往前凑，下次泼的就不是红酒，滚！唐小姐，有人买你一只手，识相点，就别反抗。看来丁薇那个老女人终于按捺不住要对我下死手。丁薇那个老女人想要我的一只手，却没打听清楚我身边站着的男人是谁。丁董说了，只要你一只手，识相的自己伸出来，别逼兄弟们动粗。就这几个歪瓜裂枣，我连热身的兴趣都没有。去旁边等我，别让血脏了你的旗袍。陆廷转身的瞬间，眼底的温柔尽数摄取，取而代之的是令人窒息的暴虐杀气。去自首，或者我亲自送你们进去，把牢底坐穿，选一个。爷爷饶命，我们马上就去自首。看着这群前一秒还凶神恶煞，现在却哭爹喊娘的废物，我只觉得好笑。丁薇既然这么想要唐诗的手，那就去废了丁薇一只手，算是我的回礼。我知道，今晚过后，丁家在京城怕是要彻底抬不起头。这个加密信号是他，那个疯子居然追到京城来了。什么？看来我的平静日子到头了。昨晚尾戒上的红光是 M 国那个疯子发来的死亡威胁。为了反追踪他的位置，我借用了陆氏财团的服务器，敢拿顾时的命来威胁我回 M 国。这世上还没人能逼我做我不愿意的事。
你这满屏幕的乱码看电影呢？无聊的话，来一局游戏，我带你飞。代码正在自动演算，我刚好有5分钟的空闲。看着南风那副自信满满的样子，我决定大发慈悲，教教他做人。来，看我的走位，这波操作帅不帅？不可能，你肯定开挂了，这操作绝对不是人能打出来的。技不如人就承认，我们家诗诗这叫天赋异禀，懂吗？还来吗？我让你一只手。我不玩了，你们夫妻俩欺负人。停业！有顶级黑客在攻击我们的安保系统，我花几千万请的安全工程师是废物吗？立刻给我去查那个叫幻影的黑客，不管多少钱，我要雇佣他。陆婷居然想花重金雇佣我，如果他知道他满世界找的幻影就坐在这里喝牛奶，想在我面前黑我男人的公司，问过我了吗？最后一道防火墙快撑不住了，核心机密一旦泄露，我们损失上百亿。当着我的面黑我男人的公司，真当黑客榜第1的幻影死了吗？我不过是切入了一个备用通道，顺手写了个反向追踪的木马病毒，不出10秒，那群不知死活的入侵者连底裤都会被我扒得一干二净。金色凤凰，这是幻影大神的专属图腾，危机解除了。原来我一直寻找的黑客之神，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婷爷，你的麻烦解决了，明天也该轮到我去收网了。唐姨，属于我的东西，你就算咽下去了，也得给我连血带肉的吐出来。需要我陪你去吗？不用，收拾自家人，我一个人就够了。拿下唐氏集团的帅印只是第一步，唐寅做了20年，树大根深。今天我就来给他松松土。唐诗，我已经让位了，这些是我私人的东西，你没权利扣留。去年挪用公款填赌债的5000万，私自转让的核心专利，哪一样是私人的？法务部把审计报告送到金针。财务总监，如果你现在供出唐寅所有私账，我保你不坐牢。我说，唐总在海外有3个空壳公司，一直在掏空唐氏，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孽障！哼！从今天起，唐氏姓唐，但不姓寅，滚出去！别让我说第2次。恭喜唐总正式上位。为了庆祝，我把赵晨毅在东郊的那块地送给你玩玩。我赵家的命脉，他随手就拿来送我当贺礼。这个火焰王重启人来，还真是不讲道理。唐寅被踢出局后，转头就投靠了赵晨毅。这群疯子把主意打到了还在恢复期爷爷身上。快把老爷子带走！唐氏不让我好过，他也别想安生。赵晨毅动我的人，你会知道什么叫倾家荡产。报警太便宜他们了。既然赵家支持唐毅闹事，那我就先断了赵家的命门。技术部，人呢？快给我拦住！我的资金被冻结了。动作挺快，本来我还打算让南风去封了他们的厂子，看来夫人的手速比我更快。赵晨毅不过是开胃菜，我得去趟海城了，有些旧账该在那儿结个尾了。别看我，你要去海城屠神，我总得在旁边给你递刀吧。回到海城，我本来只想在街角吃碗正宗的宽面，可惜总有不长眼的蠢货非要往我的枪口上撞。唐诗，以前不是很狂吗？今天只要你从老子裤裆下钻过去，我就放你一马。又是你，就这几个歪瓜裂草也敢坏我吃饭的胃口？啊！放开我！我的手！唐诗，你别乱来！我爸现在是局长，你敢动我，绝对走不出海城！局长，在我眼里，天王老子来了也得讲规矩。风太大，没听清，以后见了我记得绕道子。离开面馆，我前往海城最著名的黑街与白梦汇合。价值1个亿的国际毒枭 S， 今晚这笔悬赏我要定了。价值1个亿的猎物，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跑掉？进了仓库才发现，这里堆满了汽油桶，根本不能开枪。
别过来，不然我杀了他！身手不错啊，美女，陪我睡一晚，我就放了他，怎么样？我怎么也没想到，远在京城的陆廷会突然出现在海城。人是我们先打伤的，把他交出来。为了这1个亿的悬赏，廷爷只能先委屈你一下了。我抓到的人，凭什么给你？就凭我们是叶盟的人，这毒枭悬赏1个亿，不叫人今天谁也别想走。1个亿，人我带走。果然是财大气粗的活阎王。连夜抹除了酒店的入住痕迹，我以为万无一失。说，有没有想我？看来我的反侦查技术在陆廷这里根本不奏效。他的唇带着淡淡的薄荷香气，这个瞬间让人有些沉溺。给你擦药啊。你干嘛？带着千亿财团的总裁翻母校的袁强，估计我也算是头一个。看着他拉着我在风中狂奔的背影，我突然觉得就这样一直跑下去也不错。晚了一步，立刻给我查！就算翻遍整个华夏，也要把唐诗给我抓回来！我并不知道 M 国的那个偏执狂已经追到了海城。陆廷连夜开车带我回到了京城，先躺下休息吧。头有点疼，能留下来陪我说说话吗？向来千杯不醉的人，今天倒学会示弱了。唐小诗，你快点长大吧。被他牢牢锁在怀里，听着他沉稳有力的心跳，我竟然一点都不排斥他的靠近。宋思妍已抵惊，阴魂不散的疯狗，竟然真敢追到我的地盘上来找死！不管是谁，敢破坏这份平静，我都会让他付出代价。大年初一陪爷爷吃顿饭，竟然遇到个不知死活的蠢货。老东西，这包厢我们廷爷要了，识相的赶紧滚！你敢打我？我可是廷爷的人，在京城动了廷爷的人，你就等死吧！廷爷的人，陆廷选狗的眼光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垃圾？我是陆廷，我怎么不知道我手底下养了你这条废狗？廷爷饶命！我瞎了眼，我该死！滚！解决完外面的垃圾，家里却来了一尊真正的瘟神。唐诗，你躲了这么多年，今天你必须跟我走。敢在我的地盘撒野，今天我不把你废了，你就不知道死字怎么写。躲过了初一，没躲过15。M 国那个偏执狂竟然真的追到了京城。老师，我听说你交男朋友了，你是我的，如果不跟我回 M 国，我不介意让陆廷消失。敢拿陆廷的命来威胁我，这彻底触碰了我的底线。唐诗，你疯了！对付这种听不懂人话的偏执狂，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直接动手，打到他闭嘴。你疯了！宋思年，再敢出现在我和陆廷面前，我就让你永远留在京城做化肥。去洗手间这么久，是不是遇到麻烦了？没事，碰到一只疯狗，已经处理了。刚解决完宋思年，本想陪陆瑶来夜店放松一下。哎呀，不好意思啊。唐诗，有本事我们用夜店的规矩解决。斗舞，谁输了谁就下跪道歉。跟我斗舞，我看他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看着活阎王那副快要杀人的吃醋表情，我勾了勾唇，踏入了舞池中央。5岁学跳舞就跳成这副鬼样子，道歉！对不起。以后你跳舞的样子只能给我一个人看。活阎王的醋坛子彻底翻了，看来今晚我是别想轻易脱身了。当我回到地牢的时候，宋思年已经被人救走了，但是他给我留了一张纸条，上边写着这事儿不算完。几天后，校长通知我，
我将作为京城大学的代表前往 S 市参加全国物理竞赛夏令营。物理竞赛结束，主办方竟然宣布我的成绩被取消。唐诗，我真没想到你会为了赢我不择手段，赶紧收拾东西滚出夏令营吧！贼喊捉贼的戏码，这女人演的倒是挺溜。陆婷的出现立马让主办方慌了神。谁给你们的胆子，敢污蔑我的人？既然你们要证据，那我就给你们看个够。这位苏芒大小姐可是花了大价钱从出题人那里买来了全套答案。我没有。逆女，我苏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立刻给唐诗同学道歉。我不要。一场闹剧，无聊透顶。不过有陆婷在身边，似乎连这种无聊的把戏也变得没那么难以忍受了。18岁生日这天，陆婷不仅送了我一辆全球限量的红色超跑。上次你说想要天上的星星，我买下了2颗相邻的星星，用我们的名字命名。唐小石，生日快乐！这男人竟然把我随口一句玩笑话当了真。在这个浮躁的世界上，被一个人如此坚定地捧在手心里，我的心彻底乱了。就在我以为生活会一直这么平静下去时，一只躲在暗处的臭虫却偏偏要来恶心人。敢背叛天乐去签唐诗的破公司，我今天就让你后悔！把视频发到网上，我要让唐诗的 TS 娱乐还没开张就彻底破产。看着手机里阿尚被打得奄奄一死的视频，我眼底的杀意如同实质般翻涌。赵晨毅，你成功激怒我了。既然你想玩，我唐诗就陪你玩到底，让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奇迹乐队的新专辑动降榜首，反观天乐传媒的男团数据惨淡。这第一仗打得真痛快，只是赵晨毅这小人玩不起，买榜造谣，手段下作，真以为能整垮我？我千算万算，没算到阿诗这么冲动，看到兄弟被网暴，他竟单枪匹马来找赵晨毅算账。背叛天乐还想混？今天我就彻底废了这只手！把视频发到网上，就说奇迹乐队无端打人，颠倒黑白，这招够脏吧？医生说阿诗的手很难恢复到以前了。龙有逆鳞，触之必死。赵晨毅，你成功踩到了我的底线。赵晨毅，你不是想见我吗？选个地方，我成全你。既然他这么想不开，我就亲自帮帮他，让他体会下什么叫绝望。赵晨毅这蠢货，以为掐住了奇迹乐队的命门，就能逼我乖乖就范。唐诗，只要天乐收购 TS， 阿诗打人的事儿我一笔勾销，绝不追究。见过作死的，没见过上赶着把脖子往铡刀上送的。正当防卫，今天我就让你也尝尝全身骨头散架到底是什么滋味。小坏蛋，出来打架怎么也不带上我，知不知道我有多胆怯？这种小角色，我一个人就够了。妍希，该你上场了。在绝对的铁证面前，舆论瞬间逆转。赵晨毅，准备好身败名裂了吗？赵晨毅的事告一段落，但陆婷在 M 国的分公司却出了大篓子。M 国可是那个偏执狂宋思年的地盘，我实在不放心，决定跟着一起去。怎么像个小孩子一样？天爷，我是来汇报工作的，不是来吃狗粮的。这飞机还能不能待了？放下文件，出去。到了纽约，陆婷瞬间从温柔男友变成了杀伐果断的活阎王。这是详细的危机处理方案，请总裁过目。从现在起，夏欧接任分公司总经理，谁有意见，现在就可以滚。那个叫夏欧的女孩看陆婷的眼神可不一般，这男人太优秀，招蜂引蝶是正常的。不过他看他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好用的工具人。这么明目张胆的挑衅，宋思年，你还真是迫不及待的来送死。坐稳。昨晚的撞车果然是宋思年搞的鬼，他约我到咖啡厅单独见面。唐诗，只要你肯留在我身边，我现在就可以娶你。陆婷能给的，我也都能给。你有病吧？我就是乐意和他在一起。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别说这里是 M 国，就算是在地狱，也没人能强迫我。
门外大雨倾盆，而陆婷早已撑着一把黑伞等在雨中。路上的积水太深了，上来，我背你回家。趴在他宽阔温暖的背上，听着雨声，我满身的煞气瞬间消散。趁着陆婷去处理公务，我打开了电脑。宋思年，既然你这么喜欢玩阴的，我就把宋家最核心的走私路线全发给你的死对头。这份大礼，希望你喜欢。宋思年的黑客防线被我烧干净后，果然狗急跳墙了。他不敢明着动我，竟然派了几个不入流的杀手来分公司搞偷袭。就这几个下板虚浮的歪瓜裂枣，连给我提鞋都不配。可偏偏有人按耐不住想加戏，被那个夏欧的总经理硬生生往刀口上撞。天野，你没事吧？我绝不能让你受伤。角度偏了3寸，力度只破了层皮，这就想碰瓷救命之恩。看着夏欧摔在地板上那一瞬间扭曲的表情，我差点笑出声。南风，叫救护车，连个大门都看不住，分公司的安保系统该换了。连一句多余的废话都没给，夏欧这波苦肉分算是喂了狗。没捞到半点好处，夏欧反而把自己送进了医院。看来夏欧进医院只是个用来调虎离山的幌子。宋思年真正的目标果然还是我，他活腻了。宋思年绑了夏欧，逼陆婷孤身去废弃工厂交涉，磨磨唧唧的，真当 M 国是宋思年一个人的天下。在我的地盘上，还轮不到你来冲锋陷阵。陆婷愣住了，她大概忘了 M 国虽然是宋思年的大本营，但这里同样也是我建立叶盟的起源地。宋思年，既然你非要把脸凑过来让我打，那我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绝望。强光刺的宋思年和他的手下根本睁不开眼，直升机舱门拉开，几十个顶级雇佣兵顺着绳索天降。这种重火力包围圈，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黑金狼头，你是叶盟的创始人？这不可能！不可能的事多了，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活阎王的老婆是雇佣兵头子，宋思年，你这把牌打得可真是稀烂。在绝对的火力压制面前，宋思年引以为傲的死士简直不堪一击，就像纸糊的一样。不到5分钟，工厂里还能站着的只剩下我的人。传闻中的 M 国地下霸主也不过如此。唐诗，你赢了，但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结束。这种近乎偏执的纠缠，真是让人无奈。如果口舌之争有用，那我手里的真枪实弹是干什么吃的？既然你管不住自己的腿，非要来找我麻烦，那这双腿你也别要了。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你在我眼里连个合格的对手都算不上。废了宋思年，我顺手把宋家在海外的所有黑色产业链全部打爆。那些地下网口的数据，我直接发给了陆婷的海外账户。这份价值100亿的大礼，全当是我送他的精神损失费了。下次踩人这种粗活让我来，别脏了夫人的鞋。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看来这只不长眼的绿茶还没死心。宋家彻底覆灭，陆氏 M 国分公司的危机解除。为了稳定军心，陆婷办了场盛大的庆功宴。那个被吓破胆的夏欧竟然还没死心，他甚至蠢到想用最下三滥的手段来爬床。平爷，这次多亏了您运筹帷幄，我敬你一杯，以后一定好好报答您。这种级别的劣质女药，我隔着3米远都能闻出配方。你干什么？救命啊！挺爷，他疯了！我冷笑一声，直接招手叫来了南风。既然他这么缺男人，那我当然要大发慈悲的满足他。南风，把他扔进皇后区最乱的酒吧后线，找几个流浪汉好好照顾他。放开我，平爷！夫人吃醋的样子真好看，以后谁递的酒我都不喝，只喝你喂的。感受着他炙热的体温，我白了他一眼。
M 国的垃圾清理干净了，明天回京城。但我总有一种预感，更大的风暴已在酝酿。结束了 M 国的工作，刚回京城，时差还没倒过来，国内这边就出了状况。网络上突然出现了关于我的负面新闻，热搜榜上全是相关话题。视频里那个我，不仅动作逼真，连眼角的冷笑都模仿得惟妙惟肖。这可是我在暗网花了1000万买的顶级 Deepfake 技术，毫无 PS 痕迹。唐诗这次就算有10张嘴也说不清。让他狂，只要视频一发 ，TS 娱乐的股票瞬间就会变成废纸。让他去坐牢，陆婷就是我的。爷，唐总，这伪造视频做的太真了，网管中心根本删不完，现在全网都在要求封杀唐总。南风，立刻调动所有暗卫，把赵晨毅和唐万给我翻出来，不用送警局，直接剁碎了喂狗。活阎王要动真格的了，但我怎么可能让我的猎物死得这么轻松？身体的毁灭太便宜他们了，我要的是让他们在全世界面前经历最绝望的诛心之痛。视频发布不到2小时，有人就敲开了子层公寓的大门。虽然大家是老熟人，但在这档口，沈玉也只能按规矩办事。沈玉，你敢动他一下试试？今天谁敢带他走出这扇门，我就让谁的命留在这里。天爷，您别冲动，上级压力太大了，我们只是请唐小姐回去配合做个笔录。这男人一旦涉及到我的安危，理智就瞬间清零，简直像个护食的暴君。配合调查没问题，不过沈队长，给我3个小时，我不仅能证明清白，还能送你一个捣毁跨国犯罪网的天大业绩。我安抚好随时准备炸平警局的陆婷，现在如果立刻下场澄清，太便宜赵晨毅了。赵晨毅买 AI 技术的这1000万是从哪儿来的？他一定在海外还有个隐藏的黑色金库。鱼儿以为自己藏得很深，再等一等，我要连他的底裤和棺材本一起扒得干干净净。只要他为了在热搜上推波助澜，再动用一次海外资金，他的隐秘老巢就会彻底暴露在我的猎网之中。骂吧，尽情的骂吧，现在骂得越狠，等会儿真相大白时，脸就会被打得越肿。你们所谓的铁证，在我这个搞技术的人眼里，连垃圾都不如。都给我睁大眼睛看好了！仅仅3秒钟，那段视频的底层渲染代码被我粗暴的强行撕开。这怎么可能？那可是最高级别的加密账户，他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破解了？唐诗，就在他慌乱登录账户的瞬间，我早已部署好的追踪程序精准锁定了他的海外资金。赵晨毅，你存在海外的资金我已经代为处理，捐给了我国流浪动物救助机构，希望这笔钱能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赵晨毅以为一切尽在掌控，却不知道从他启动的那一刻起，每一步都在我的预料之中。最后的翻盘资金被瞬间清零，赵晨毅在那个阴暗的地下室里彻底崩溃了。但他根本不知道，真正绝望的深渊才刚刚向他敞开大门。既然你们这对狗男女这么喜欢玩网络直播博眼球，那我就成全你们，让你们在全世界面前好好露个。曾经高高在上的赵大总裁和京城第一才女唐婉，正像2条疯狗一样疯狂的互相厮打，推卸责任。都是你这个贱人出的馊主意！现在我的钱全没了，我打死你这个扫把星！你这个没用的残废，是你自己惹的唐诗，凭什么怪我？放开我！全部双手抱头，不许动！沈队长果然没让我失望，根据我提供的定位，踩点极其精准，重大网络犯罪加上商业诈骗，这2人下半辈子只能在牢里踩缝纫机度日了。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我是被冤枉的！唐诗，你不能好死！陆太太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腕，真是让我越来越着迷了。让恶心的网络风暴终于平息，我本以为京城能清静几天。唐总不好了！
那个残废的梁慕成被他妈妈推上陆氏集团天台，正直播要跳楼。刚解决完 AI 换脸的闹剧，没想到网络直播的余威，竟然让另一群躲在阴沟里的老鼠看到了商机。我求求你了！道德绑架这种戏码，5年前唐家就对我用烂了，现在梁家这对母子，居然还有脸拿命来讹我。几千万网友再次涌入直播间，不明真相的键盘侠极其容易被煽动，纷纷叫嚣着让我这个前未婚妻出来给个交代。南风，既然他们想死，我成全他们，直接爆头。陆婷向来是不受任何人威胁的火眼王，但如果真在陆氏大楼见了血，只会中了梁家恶心人的圈套。杀鸡焉用牛刀，他们既然要钱，那就让我亲自去教教他们，拿着残废儿子的命来敲诈我。梁夫人，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地方。我没有带任何保镖，单枪匹马推开了顶楼天台的铁门，狂风吹得我的衣服猎猎作响。面对底下几10米高的深渊和疯狂的直播镜头，我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就这高度，我看梁慕成那发抖的双腿，估计早就吓得尿裤子了。想跳，他根本没那个胆子。唐诗，你终于敢出来了！你这个没良心的贱人，快给我儿子磕头认错！磕头？你配吗？说吧，在这演了半天猴戏，到底想要多少钱？我直接撕破了他伪善的面具。梁夫人眼中闪过一丝贪婪，但嘴上还在拼命掩饰。诗诗，只要你愿意回到我身边，把陆氏的股份分我一半，我就原谅你。真是死到临头还做着迎娶白富美的春秋大梦。我注意到梁夫人耳朵里塞着一枚微型蓝牙耳机，看来这出戏背后还有人在给她支招。我悄悄按下口袋里的微型干扰器，3秒钟内，它不仅切断了梁夫人耳机的外部信号，还直接反向黑进了她的手机麦克风底层收音系统。梁夫人想要陆氏的股份，那也得看看你儿子有没有命花这笔钱。我已经成功获取了他们母子在直播前的所有真实录音，接下来就是全网见证毒妇现形的时刻。看着直播间里几千万人还在为这对母子叫冤，我直接在手机上按下了播放键。我要把他们母子俩最肮脏、最贪婪的嘴脸赤裸裸地剖开给全世界看。全网哗然，亲生母亲为了50亿，竟然逼着残废的儿子去死，这才是最让人作呕的人性。妈，你居然真的想让我死！你根本不是为了给我讨回公道！狗咬狗的戏码真是百看不厌，不过我可没时间看他们在这上演苦情戏。不是想跳吗？护栏我帮你踹了，给我跳！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生锈的护栏直接断裂掉下平台。梁慕成被吓得趴在了地上。刚才还大义凛然要死要活的渣男，现在为了活命连滚带爬的丑态，真是让人恶心到了极点。梁慕成在地上爬行的丑样，被5000万网友看得一清二楚。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这母子俩亲手把最后一条生路给作死了。收拾这种废物，连我的手都嫌脏。风这么大，也不怕冻着。剩下的垃圾我来扫。丁爷，我们错了，我们再也不敢了，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梁家在京城彻底出名，把梁夫人送进重刑犯监狱。至于梁少爷，他不是残废了，送到西郊那个最偏僻的黑心疗养院，让他下半辈子好好活着体会什么叫人生。随着梁慕成凄厉的惨叫声被拖远，我人生中最后一点烂漫画算是被连根拔起了。梁家的事刚停息，唐家那只一直潜伏的楼堂也终于按捺不住，开始动我最后的逆旨了。梁家母子被拖走时的哀嚎声，似乎还在天台的冷风里隐隐作响，那种贪婪让人作呕。意料之中，我那位名义上的好父亲，终究还是选了这条通往地狱的最快路径。唐颖举着手电筒，满头大汗的对照着复印的建筑草图。快点，根据这张图纸，前面就是第一道感应门，只要拿到那些绝密专利，卖给对头公司，我们就彻底自由了。唐氏集团地下30米处，藏着足以让全球重新洗牌的顶尖科研元件。他是给我生命的人，也是5年前亲手将我放逐的元凶。南风，启动第1阶段诱敌，把备用电源切断，只给他们留那5%的感应照明。我要看看，在黑暗里，他们到底能露出多丑恶的嘴脸。啊！唐爷，灯怎么灭了？是不是唐氏那个死丫头发现了？要不我们还是跑吧？我总觉得这地方阴森森的。闭嘴！现在走只能去坐牢。只要炸开这扇门，全世界都是我们的。那个逆女现在正陪着男人快活，她怎么可能顾得上这地下的老鼠洞？看着这2只困兽，只觉得悲哀。唐姨，既然你这么想要这份遗产，那我就送你一份你这辈子都忘不掉的礼物。只有身处绝对的绝望，人内心的魑魅魍魉才会真正成型。唐寅，准备好迎接你人生中最后的一场演出吗？金子呢？
那些专利原件呢？为什么连一个纸片都没有？不可能，这是唐家100年的底蕴，怎么会是空的？狂喜之后的极致落差，是摧毁一个人理智最锋利的钢刀。唐诗，你早就把东西挪走了是不是？你想把我们骗到这里活埋了？你这是谋杀！叮咚，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这间金库的权限，早在3个月前，爷爷就已经正式移交给我了。唐英彻底瘫坐在地，他机关算尽，却没算到那个一向顽固的老爷子，竟然会对他防备到这种地步。唐诗，我可是你亲爹，你敢把我关在这里？陆婷知道你这么恶毒吗？你这是在犯罪！亲爹，当你5年前为了那点股份把我扔进海城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是你女儿？不过在你们开始享受这漫长的余生之前，我得先帮你们解决一个关于呼吸的科学问题。这间房的通风系统刚刚被我关闭了，冰冷封闭的合金密室在此刻变成了一座真正的斗兽场。这里只有生物体最原始、最残暴的求生欲望。这套真空抽氧系统本来是金库发生火灾时为了保护绝密文件而设计的，现在用来熄灭这2团自私的欲火，真是最合适的讽刺。我以为你会更聪明一些。别气了，唐诗，我错了，都是唐毅指使我的，放我出去，我可以出去指证他，求求你。竟然想卖了我！只要你死了，这里的氧气就全是我的！去死，去死！这就是他们口中那所谓的合作共赢。在真正的死亡威胁面前，人性和畜生的区别，原来只有这3分钟的氧气存量。这种毫无底线的人性博弈，让我心里升起一阵前所未有的反胃。我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陆太太，这种脏东西不值得你浪费哪怕1秒钟的视线，剩下的交给我闭上眼，靠在陆婷坚实的怀里，耳边那疯狂的撕咬声和凄厉的惨声渐渐变得模糊。我知道，这一切都结束了。第1道防线，我指尖微动，按下恢复的氧气指令，让他们再感受一会儿吧。那种慢慢等待审判降临却又无能为力的窒息感，才是对他们这辈子贪婪最好的回敬。当合金大门再次开启时，迎接他们的不再是唐家的金库，而是那4面高墙，终身无法逃脱的铁窗。当沉重的合金大门再次被沈玉带队暴力破开时，里面的空气污浊得令人作呕。唐莹和丁薇像2坨瘫软的烂泥，抱着对方的喉咙昏死了过去。看着他们被抬上担架的背影，我那颗封锁了5年的心终于感觉到了一丝真正的轻盈。所有的旧账总算是在今天彻底清算干净了。终于清静了。陆太太，这几年你太累了，想好要去哪儿度个假了吗？哪怕你想要南极的冰川，我也现在给你搬回来。恐怕没时间度假。林夕那个大嗓门刚才已经连着发了上百条语音，吵得我耳朵疼。解决了内部的毒瘤，外部的荣耀也如期而至。林夕主演的电影不仅在国内横扫榜单，更在国际电影节拿到了最佳女主角提名。诗诗，我拿到提名了！你是最大的投资人，也是我唯一的闺蜜。下周的颁奖大典你必须陪我，不许赖掉。好，你所有的荣耀时刻，我都会坐在第1排见证。去吧，去拿回属于你的皇冠。但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林夕背后那灿烂的阳光，我心底总觉得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寒意，像是某种毒蛇在暗处吐信子的声音。这种直觉救了我很多次，所以我从未敢轻视。南风此时正快步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份刚刚解密的后期名单简报。唐总，廷爷，那个在国外被驱逐，本该在黑宫营里洗白身份的女人，竟然秘密潜回了国内，而且已经渗透进了会场的执行组。看来宋思年的那帮死士还没死绝，敢在颁奖礼上动手脚，他是真的嫌命太长了。既然这些死灰还不甘心熄灭，还想借着电醒节的火再烧最后一把，那我正好可以一次性把这些垃圾彻底物理铲除。既然你想在全世界的镜头下玩一场大的，那我就陪你演一出让你这辈子都无法谢幕的血色歌剧。下周见。金鹿波奖的颁奖典礼是全球电影人的最高殿堂。今晚京城艺术中心被各路媒体和粉丝围得水泄不通。林夕作为最有竞争力的女主角候选人，正挽着我的胳膊在红毯上笑得灿烂夺目。这种喧闹的场合最适合杀人放火，也最适合毁尸灭迹。自从进入会场，我指尖这支电子感应笔就一直在轻微颤动，这说明会场内部有不属于正常的机械运转频率在干扰。唐诗，林夕是你最在乎的人吧？如果他死在了最荣耀的时刻，你会不会疯掉？夏欧在 M 国经历了最残酷的清洗，他早已不是那个想嫁入豪门的绿茶，而是一个被宋思年残党彻底洗脑的亡命国。他的目标从来就不是什么金钱，而是要让我痛不欲生。机械的摩擦声在加大，钢缆受力不均产生的细微崩裂声瞒不过我的耳朵。看来夏欧并不打算直接用炸弹，他想玩一场名为意外的华丽谢幕。唐总，监控室被黑了，我们的人被放倒了2个，夏欧就在天花板的通风管道里。通知安保组，别从正门进，会惊动蛇。廷爷已经在艺术中心的顶层狙击位就绪，只要发现夏欧露头，连
可击毙。获得最佳女主角的是林夕。与此同时，我头顶传来了令人牙酸的金属断裂声。获得最佳女主角的是机械的摩擦声在加大，钢缆受力不均产生的细微崩裂声瞒不过我的耳朵。林夕，林夕，小心！来不及思考了，身体的本能已经接管了大脑。骨头快要裂开了，幸好坠落时角度偏了半寸。小欧，你这辈子最大的错就是低估了我的反应极限。唐诗，你敢把自己当人肉盾牌？我还活着，但夏欧必须完蛋。直播还没关，而夏欧正打算趁乱从楼顶的天文台暗道逃跑。现场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但这种混乱只持续了不到1分钟。陆婷的一个手势让整个艺术中心的信号瞬间被物理切断，所有大门被穿着黑色战术服的陆氏影卫紧紧锁死。在抓到那个锯断钢链的人之前，今天艺术中心里的一只苍蝇也别想飞出去。右肩大概是脱臼了，痛感正在一波波席卷神经，但这不重要。吊灯支架上是切割面整齐，那是高频激光锯的痕迹，会留下特殊的电力余温。激光切割后的臭氧位，南风。东南方向的中央空调回风口。夏欧以为躲在暗无天日的通风管道里就能万无一失，他忘了我在夜盟受训的第一课就是在黑暗中追踪猎物的气息。沈玉，你的人守好所有通风口的出处，既然他喜欢钻地洞，那就把那段管道给我彻底封死，滚蛋期。舞台上，林夕正哭着被送往医务室，而在艺术中心的阴影深处，真正的死神已经踏上了通风管道的台阶。艺术中心的顶层试验台，月光清冷地洒在不锈钢的地板上。夏欧狼狈地从管道口爬出来，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一双精美的黑色系高跟鞋就静静地停在了他的视线正前方。别过来，唐诗，你别过来！你怎么可能这么快？你受了伤，你打不过我的。夏欧，你锯断钢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这种自诩聪明实则愚蠢的挑衅，对我来说连垃圾都算不上。既然这双手喜欢搞破坏，那以后你就不需要再拥有灵活的手指了。夏欧痛得浑身抽搐，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陆婷此时带着人踏着稳健的步伐从阴影中走出，月光照在她森寒的面具上，宛如魔神。杀你，太便宜你了。南风，陆家在非洲的那个私人黑煤矿，不是正缺一个专门清理污泥的哑巴吗？青叶，我不去那种地方。由不得你，在那里，你每天会呼吸着最黑的魔尘，干着最重的活。解决完这个麻烦，我感觉到意识有些模糊，失血和脱臼的后劲儿终于上来了。唐诗，你要是再敢这么玩命，我就把这整座艺术中心全烧了给你陪葬，听见没有？看着他那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我竟然觉得心里暖洋洋的。但我没看到的是，正在撤离的南风突然接到了顾氏诊所打来的特急求救电话。我被陆婷抱进救护车时，意识已经有些飘忽，右肩的剧痛像烧红的烙印，不断提醒着刚才那个水晶吊灯的重量。唐总，顾医生他在诊所吐血昏迷了，全身血管变成了黑色，我们根本查不出原因。掉头去顾氏的实验室，快！听到黑色血管4个字，我的心沉到了谷底。那是宋4年在 M 国最臭名昭著的辅心散，顾氏一定是在掩护我们撤离时，不小心被那些死士的毒针擦到了。唐诗，你看看你自己的手，你连止血钳都拿不稳，还要去救他。顾氏是因为我才来京城的，他是我的师兄，也是我在那个冰冷组织里唯一的阳光。如果他死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诗诗，救救他！求求你救救他！他刚才还跟我开玩笑，突然就倒下了。我没有时间安慰陆瑶，甚至顾不上给自己的肩膀打支麻醉没药。这里的空气冷得凝固，我知道这是一场我和死神之间的赌博，而筹码是我最亲近的人。手术室内，浓重的血腥味混合着消毒液的气息，顾氏的呼吸越来越微弱，那是毒素正在蚕食他最后的心脉。我右肩的脱臼虽然被我强行接了回去，但每一次伸手都像是有万只毒蚁在啃食。陆瑶，把眼泪收回来，顾氏的命在你手里，再掉一滴眼泪你就滚出去。我不哭，我不哭。诗诗，告诉我接下来怎么做。我看着陆瑶那双写满恐惧却又透着决绝的眼睛，心中闪过一丝欣慰。
她一直是被陆家保护的最好的小公主，但这一刻，为了那个躺在手术台上的男人，她必须变成战士。毒素已经入侵到主动脉瓣了，必须在3分钟内完成心脏판路分流，否则大罗神仙也难救。可我的右手真的快要没知觉了。抽我的，我和他是同一个血型。血液顺着透明的软管从陆婷的体内缓缓流向手术台。那一刻，陆家这2个最尊贵的男人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连接在了一起，而我的手术刀终于刺入了最危险的区域。已经没有了恐惧。顾时的心脏停了，在这死一般的寂静里。监护仪上那条绿色的直线，像是一条通往地狱的绳索。所有的医生都会在这一刻放弃，但我不能。陆瑶，别发愣，跟他说话，他在等你的声音，快！顾时，你这个王八蛋，你答应带我去吃米其林的，你答应叫我开车，只要你活过来，我什么都答应你。陆瑶的声音嘶哑凄厉，我从怀里掏出一枚乌黑的药丸，那是我在叶蒙禁地带出来的换命丹，虽然能解百毒，但副作用极大。过来，你这条命是老娘从阎王手里抢回来的，没我的准许，你敢走一步试试？我全身的力气瞬间被抽干，双眼前阵阵发黑，整个手术室在我面前开始旋转坍塌。够了，导师，剩下的交给我，你再动一下，我就让他给你陪葬。他活了，陆婷，我带他回来了。手术成功了，但陆婷此时看我的眼神，不仅没有劫后余生的喜悦，反而透着一抹让我心惊胆战的秋后算账的狠戾。顾时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清晨。实验室外的走廊静悄悄的，只能听见晨风吹过玻璃的轻响。我刚想起身去看看他的情况，却被一双铁臂死死禁锢在长椅上。顾时醒了，我去看看他的毒素有没有排干净。还有陆瑶守着死不了。唐诗，你是不是觉得我脾气太好，所以才敢一次次拿命去换别的男人？完了，这次火焰王是真的动怒了，不仅是生气，他眼底那抹浓得化不开的后怕，让我喉咙一阵发酸。救他是你的职责，但如果你再让自己受一点伤，我发誓我会亲手送他上树，听懂了吗？陆婷，这里是医院走廊。话音未落，他炙热而霸道的吻就落了下来。那不是平时的温柔索取，而是带着惩罚性的掠夺。他咬破了我的唇角，血腥散开，霸道的宣布着他的所有权。喂，陆婷，你个见色忘友的疯子，能不能让小史书进来？我还没交代医疗呢。没死就闭嘴。南风，去帮顾医生叫个护工，再订个全城最贵的精神损失费账单，寄到他名下。陆婷，你个混蛋！看着顾时被气得在里面大叫，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个不可一世的京城活绵王，怎么现在幼稚的像个抢糖吃的小孩？唐诗，你要的安顺日子，但你要是再敢丢下我，我会疯给你看。危机似乎已经解除，但就在陆婷帮我穿外套的时候，她的动作突然顿住了。我的手机屏幕上跳出了一张来自精神病院的监控截图，唐婉不见了。医院那股散不去的消毒水味刺得我头疼，而南风传来的监控截图更是彻底撕碎了清晨的宁静。唐婉这个女人竟然在守卫交班的空隙杀人逃脱，消失在京城的茫茫雨幕中。监控里那个女人的动作很怪，左脚拖行明显，那是被我踢断肋骨留下的后遗症。她现在一无所有，像只被逼入绝境的毒蛇，唯一的猎物就是我。这种如影随形的窥视感越来越近了。我没有关掉大门，反而故意把落地窗的百叶窗全部拉开，让阳光肆无忌惮地照在工作台上。既然他想看我，那我就给他一个最好的视角。设计室外的防火巷里，一个裹着破烂大衣、戴着肮脏口罩的女人正缩在垃圾桶旁，手里死死攥着一瓶透明液体。唐诗，你凭什么能坐在这种地方画那些发亮的东西？我要让你这张脸一点点烂掉，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地狱。这种怨毒的私语在风中碎裂，而我只是平静地放下了手中的切割机，顺手关掉了吵闹的背景音乐。陆婷的电话就在这一秒跳了出来，屏幕上闪烁的名字带着一种鼻侧的压迫感。我知道他此刻一定正带着满身的寒气和杀意，在那辆兰博基尼里疯狂超车。唐诗，待在屋里别动，南风已经锁定了他的坐标，他手里有高浓度硫酸，3分钟，等我到了你再开门。这个男人总是比我预想的还要紧张，仿佛我是个弱不禁风的瓷娃娃。可他忘了，比起应付那种物理层面的攻击，我更擅长从心理上彻底摧毁一个人的防线。窗影下那抹白色的裙摆闪了一下，那是唐婉最爱的颜色，现在却成了她最后的葬衣服。猎物已经入局，
但这只疯狗爆发出的垂死速度，竟然比陆婷的超跑还要快上那么1秒。走廊里的声控灯因为我不急不缓的脚步而变得惨白，我就站在那条窄长的过道中心，静静等待着阴影里的那个身影。唐婉已经完全没了人形，他从暗道里冲出来的瞬间，眼神里透出的疯狂，足以让任何一个普通人噩梦终身。算准了角度，我只要侧身一闪，这罐液体只会烧坏地毯，但我身后是设计师的电路总枢，一旦短路起火，整层楼都会变成火海。我正准备强行用外套裹住那个气罐，却感觉一巨大的黑影从我侧后方席卷而来，带着一种摧枯拉朽的卫士。陆婷不知道是从哪个死角冲出来的，她的速度快得在空气中留下了尖锐的笑声，硫酸腐蚀布料的滋滋声响起，白烟瞬间冒出。她因为剧痛而脸色惨白，却死死不放手。别看，试，闭眼。南风，处理掉！浓烈的皮肉烧焦味在空气中弥漫，陆婷的手却依然稳如泰山，她紧紧扣住我的后脑勺，力道大的像是要把我嵌入她的骨血里。那种毫无底线的保护欲，让我脑海里关于理智的那根弦，在这一瞬间彻底的崩断。陆婷，你松手，接下来的场面，我不想让你那双手沾上一丁点脏东西。他竟然还在担心我会因为看到伤口而做噩梦，这种男人，让我怎么舍得让他受半点苦？我挣脱了他的怀抱，转身看向已经被吓傻在原地的唐婉。他大概没想到，最后挡在前面的会是他这辈子最渴望得到的男人。唐婉的惨叫声几乎要震碎玻璃，但我眼底的温度却降到了冰点。我弯腰捡起地上残留的一点液体，那是他亲手为自己准备的谢幕礼。南风带着保镖冲上来时，看到血肉模糊的陆婷，所有人齐刷刷的单膝跪地，气氛冷到了极点。这一夜京城的雨红得像血。我没有把唐婉送去警局，那种地方对他这种罪孽来说简直是种解脱。我要让他每一秒都活在清醒的绝望里。南风按照我的指示，在陆氏私人领域的地牢里修建了一个不到10平米的房间，那里没有任何刑具，却足以让任何人发疯。全白密室，四面墙壁、天花板、地板全是高清晰镜面。唐婉被困其中，无论看向哪都是自己扭曲毁容的脸。他这辈子最在乎的就是这张脸，最渴望的就是虚伪的赞美。现在我让他自己当自己唯一的观众，这里的灯光永远不灭，他会亲眼看着自己如何一点点老去腐烂。陆婷，你个疯子！如果这伤到颈椎，你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要是不疼，疼在你脸上，我大概会当场疯掉。别哭，水是咸的，滴在背上挺疼。这个男人到了这种时候，竟然还在设法逗我笑，这种偏爱让我喉咙一阵阵发紧。唐婉的事彻底结束了吗？结束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能伤到我们。我本以为一切都该画上句号了，但就在我准备关灯让他休息时，我的手机再次发出急促的震动音。一张跨国传来的加密卫星图显示，宋思年在 M 国的最后基地突然出现了巨大的电力波动。那个坐标直指京城主城区，但背后那头病娇的恶狼竟然想在临死前拉整座城陪葬。既然如此，我也该亮出最后的底牌了。伤痛后的温存总是短暂的，让人嫉妒。宋思年那个疯子在意识到大势已去后，终于动用了他埋藏最深的死棋。他买通了京城主电力网的一名底层技术员，在主控室安装了足以引发全城连锁火灾的定向脉冲炸弹。他这是在逼我在守护这座城市和守护陆婷之间做选择。可是他忘了，在这个地界，我唐氏才是唯一的规矩。南风此时手里拿着一张跳动着复杂波形的频率图。唐总，对方使用了变频加密，技术部切不进主控台。宋思年的视频通话请求已经强行接进来了。去吧，我的幻影，这里是我们的地盘，只要你愿意，哪怕是天上的星网，我也帮你摘下来。曾经我以为我的一生都会在逃避中度过，直到遇到了这个即便粉身碎骨也要护我周全的疯子。为了他，这片繁华我守定了。这一仗没有硝烟，陆婷坐在我身后，像一尊不可撼动的石雕，为我隔绝了一切干扰。屏幕里宋思年的笑声还没传出，第一层防火墙就已经被我粗暴地撕开。这一次，我不但要守住这座城，还要让宋思年这个名字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宋思年，既然你急着想让宋家最后的余孽灰飞烟灭，那我就用这全城的电力为你送行。屏幕亮起的瞬间，宋思年那张苍白的近乎透明的脸出现在监视器中心。他的底牌就是想在最后时刻拖整座城市下水。既然他要赌上一切，那我就亲手切断他所有的退路。唐氏，陆婷能给你的保护，现在成了他最大的软肋。城市已经开始陷入混乱，恐慌在疯狂蔓延。宋思年，你以为你控制了电流，其实你只是在自掘坟墓。我要的不是你的低头，我要的是你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的逻辑里。喝口水，剩下的那5分钟，送他上路。我就着他的手喝了一口干涩的喉咙，瞬间被滋润那种来自陆婷的绝对信任化作了我指尖最锋利的刀刃。屏幕里，宋思年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疯狂地拍打着轮椅扶手，表情狰狞。宋思年，你的剧本写得不错，可惜我才是这个世界的终极审核员。
每一秒钟，宋思年的黑客团队都在对我的防御墙发起千上万次的撞击。这种高强度的算力对拼，消耗的是我最后的一点精神力。找到了，它虽然通过卫星中转，但它的底层协议里保留了一个极其微小的跳步接口，那是5年前我在 M 国训练它时留下的习惯。宋思年，你这辈子都活在我的阴影里，连逃命的招数都是我教的。停爷，电力总站的内鬼已被击毙，但他临死前触发了手动引爆，我们无法进入核心机房，空气中全是高压电弧。现实与虚拟的压力同时压了过来。陆婷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包含了太多的深情与决绝。别管地面，全力抓捕他的本尊。只要你切断信号，地面的火花不过是一场哑剧。南风，撤出50米，保护好周边居民。明白了，与其去救火，不如直接抽掉氧气。我深吸一口气，双手在键盘上拉出了一道残影。这种操作强度几乎要让特制的机械轴承起火。宋思年惊恐地看着电脑，他的操作权限一个接一个的变灰，那是被神明剥夺了力量的虚无。宋思年，感受到了吗？这种被你最信任的电力抛弃的滋味。所有的远程遥控在这一刻被强制物理截断，但我并没打算收手，因为真正的绝杀才刚刚开始。拆弹太慢了，最快的方法是给这枚炸弹喂下它吃不下的高餐。只要我瞬间将全程的备用电流引向那一个极小的接收器，产生的瞬间热量会直接扰断炸弹的 PCB 主板。我的陆太太想烧掉什么就烧掉什么。南风，准备看烟花。我按下了确定键，那一瞬间，全京城的电网仿佛发出了一声闷雷般的低吼。原本黑暗的城区，在这一秒突然亮如白昼，所有的电流像是听到了君王的召唤，疯狂涌向电力总站的那个角落。成了，宋思年，你引以为傲的终极武器，现在连个手电筒都不如。唐诗，你怎么敢？你毁了我10年的心血！我要杀了你！要杀了你！我没有关掉通话，而是好心的让他多看了一会儿这个标志。再见，不是永别。我敲下最后一行指令，远在公海的那艘货轮，所有的动力系统被永久锁死。宋思年，你的表演结束了。屏幕里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病娇疯子，在看到货轮引擎提抹救援无望后，猛地吐出一大口鲜血。他那双死鱼般的眼睛死死盯着镜头。唐总，成功了！全城电力恢复正常，居民区已经开始庆祝了。沈队长说要请大家喝茶。终于彻底结束了。从海城回来后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在和这些鬼魅纠缠。现在总算结束了。看，这就是我们的江山。陆太太，饭牌扫干净了，你是不是该腾出时间跟我谈谈那场欠了很久的婚礼了？廷爷，求婚都没求就想直接办婚礼，你这算盘珠子都快崩到我脸上了。所有的阴谋与杀戮都化为了灰烬，而在灰烬之上，一场反向霸总的巅峰浪漫正在拉开帷幕。硝烟散尽后的京城，万物复苏，没有了那些阴谋和贪婪，空气都变得甜腻了起来。陆婷这段时间变得很奇怪，不再像往常那样黏着我，而是经常避开我和南风密谋些什么。这种反常的举动，如果换做普通女人，大概已经开始怀疑老公有了新欢，但我可是幻影。他大概不知道，他每次避开我打电话时，袖扣里的定位器都在我的终端里发出愉悦的蜂鸣声。全程玫瑰花供应商被包场，顶级厨师团队待命，还有一张价值9位数的南非黑钻原石交易单。天爷，膝盖稍微放松点，您这样不像是求婚，倒像是要跟唐总进行最后的决斗。闭嘴！他见惯了大场面，普通的方式怎么可能让他印象深刻？我要的是绝对的震撼。绝对的震撼吗？看着屏幕上他那副坐立难安的样子，我突然觉得心口一阵酥麻。这个在商场上杀伐果断的男人，竟然在求婚这件事上表现出了一种近乎纯情的固执。既然他想玩大的，那我不介意在这场关于所有权的战争中反客为主。白梦，通知叶盟在境内的所有飞行小队，后天晚上8点，坐标京城东大桥，我要进行一场最高级别的拦截行动。猎人还在精心布置陷阱，却不知道他的猎物已经带上了更粗的铁链，准备反手将他锁死在温柔心上，看谁向谁下跪。经过几天的秘密筹备，京城艺术大桥今晚被陆氏财团接管，数万朵红玫瑰铺成了红色的海洋。陆婷站在桥头，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握着戒盒的手指在微微打颤。南风，电话还是接不通吗？
是不是他反悔了？婷姐，你稳住，唐总可能只是在路上耽搁了，或者在想怎么惊艳登场呢。看着他在监控里那副坐立难安的样子，我突然觉得心口一阵酥麻。这个统治了京城地下世界的暴君，现在竟然因为我迟到了10分钟，就露出了这种像被主人弄丢的流浪犬一般的眼神。这种心理层面的极致拉扯，才是成年人调情最高级的手段。全城的无人机方阵已经升空，却因为主角未到而迟迟不敢亮灯。把附近的直升机全调过来，如果他不来见我，我就飞到紫藤公寓去撞他的窗户。还是这么简单粗暴的土匪逻辑。不过看这火候也差不多了，再玩下去，这位陆大总裁怕是要真的全城暴走。那是我这辈子漂泊后唯一的归宿。螺旋桨师带起的气流，让桥上的玫瑰花瓣漫天飞舞。这一跳不仅跳进了他的视线里，也彻底跳碎了他之前所有的计划。陆婷，这场戏现在归我导演。玫瑰花瓣在狂风中旋转，像一场盛大的礼花将我们隔开。他手里的红钻结盒还没来得及打开。婷爷，你准备的那个红钻太俗了，配不上你的身价。看看这个，我亲手从 M 国废矿里带回来的陨石核心，由我亲自锻造。诗诗，你这是打算把我的活儿也给抢了？看着他此刻的眼神，我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在无数镜头的注视下，我缓缓打开了那个黑色的盒子。陆婷，从今天起，你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如果哪天你想反悔逃跑，那我就动用叶盟的所有火力把你锁在家里，敢答应吗？全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南风京的手里的对讲机直接掉在地上。原本以为是霸总宠妻的戏码，结果却是女战神当众收服活阎王。既然陆太太这么硬核，那我这辈子只能舍命陪夫人了。剩下的路你带我走。感受着他胸腔里那雷鸣般的心跳，我知道这一局我赢了个彻底。所有的动荡终于在这一刻尘埃落定。昨晚跨海大桥上的求婚动静实在太大，导致我今天出门是个婚纱，外面都围满了像闻到血腥味一样的狗仔。陆婷为了清静，直接包下了京城最大的 VK 婚纱高定馆。我看着顾青带着4个黑衣保镖大摇大摆地闯了进来，那嚣张的鼻孔都快对到天花板上了。店长，这件繁星我要了，这里是5000万，让这个穷酸的女人给我脱下来，拿着钱滚蛋。让我脱下来？这女人出门前是把脑子落在家里了吗？真把我当成见钱眼开的要饭的了？听着这似曾相识的无脑恶毒台词，我简直要在心里为她鼓掌了。拿钱砸人，竟然砸到了叶盟盟主的头上。凡事讲个先来后到，就算你出10倍，这件衣服也是我的。你算什么东西？你知道我是谁吗？京城顾家大小姐。这5000万，你这辈子加上下辈子都赚不到。顾家大小姐，原来是那个隐士首富家里的养女，借着别人的姓氏狐假虎威，真把鸡毛当令箭。你疯了？那可是5000万，你赔得起吗？赔！今天我不让你跪着出去，我就不叫唐诗。支票烧成灰烬的那一刻，顾青苦心经营的名媛面具算是彻底碎了一地。人在极度丢脸的时候，往往会丧失最后的理智。就他这毫无章法的动作，根本不够看。谁给你的胆子碰的？南风，把这女人的手给我废了，扔出京城。陆婷一声令下，顾青带来的那4个废物保镖被瞬间按在地板上，连个屁都不敢放。你敢动我？我可是顾家的唯一继承人，你这家破店也别想开了。拿顾家来压活阎王，这女人的脑容量真的只配穿地摊货。
我走到那个吓得发抖的店长面前，拿起柜台上的那部座机电话。顾大小姐，拿张破卡就想清我的场，今天我就教教你什么叫真正的资本底蕴。哦，尊敬的 S 神，您终于肯联系我了。您在京城的高定馆还满意吗？也就是见我当年随手画的废稿样衣罢了。店长双腿一软跪在地上，而瘫在沙发上的顾青脸色瞬间惨白如纸。艾伦，这家店长开除，另外把这位顾家大小姐永久拉入 VK 全球黑名单，禁止她购买任何单品。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是 S 神？你敢拉黑我，顾家绝对不会放过你的！看着这只绿头苍蝇终于被彻底送进垃圾桶，我只觉得呼吸都顺畅了不少。看着那块聒噪的绊脚石被清理干净，我转身刚准备继续照镜子，门外却突然传来一阵极大的骚动。一辆黑色的加长豪车急停在婚纱馆门外，看来是顾家背后真正的掌权人到了。爷爷，您终于来了！里面那个叫唐氏的野女人欺负我，您一定要替我做主啊！恶人先告状的戏码，这老头要是敢不分青红皂白替他出头，我不介意连顾家一起收拾了。老头的目光越过顾青，死死地盯在我身上，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画面。婉仪，是你吗？孩子，你是不是姓唐？你妈妈是不是叫顾婉仪？婉仪，这是我亲生母亲的名字，这老头怎么会知道？难道我母亲当年说的那个抛弃她的冷血家族，就是京城顾家？子重，孩子，跟我回傅家，我是你亲外公啊！我把顾家千亿家产都补偿给你。补偿？我母亲在海城病死的时候，顾家的补偿在哪？迟来的深情比草芥，迟来的亲情连垃圾都不如。想要用千亿家产来绑架我，做梦！余光里，我瞥见门外的石柱后，顾青正死死地盯着我。他那因为极度恐惧和嫉妒而彻底扭曲的五官，满是掩饰不住的杀意。婚纱馆的闹剧没过几天，陆婷就收到一条情报：顾家那个老头在家里喝茶时突发怪病，被拉进了抢救室。陈医生，里面到底怎么样了？拖得越久越好，只要老头子一断气，这份按了手印的遗嘱就能立刻生效。我本不想管顾家的烂摊子，但情报里提到，老头子发病前只有顾青端过一杯参茶给他。这女人的心思简直昭然若揭。这老头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死了，顾青绝对会顺理成章地吞掉所有家产。唐氏，你们来干什么？爷正在抢救，这里是顾家的私人区域，闲杂人等给我滚出去！闲杂人等，我是来取你狗命的活阎王！仪器的衰弱频率不对，老头子撑不过3分钟了，再拖下去，就是大罗神仙来了也得摇头。浪费1秒钟，里面那老头活命的希望就少1分。我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冷着脸，大步朝着抢救室的大门逼近。你不能进去！老董事长是严重心梗，你一个外行人进去会害死他的！我要报警！心梗？老头子之前在婚纱店外面色红润，怎么可能突发致死性心梗？这庸医分明是在做贼心虚！挡我的路，找死！我眼神发狠，猛地发力，一脚重重踹在抢救室的大门上。唐氏，你这是谋杀！你这是在蓄意谋杀我爷爷！刺鼻的消毒水味迎面扑来，更诡异的是，他的嘴唇周围已经漫出了一圈乌黑的血迹。脉搏微弱，毒素已经逼近心脉。乌头碱混合曼陀罗的提取物，你管这叫心狠？这是能让人瞬间心脏麻痹的神经慢毒。中医针灸能解神经毒素，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陆爷，您不能任由他胡来啊！他会立刻弄死老董事长的！给我闭嘴！
老娘在枪林弹雨的中东战场用这套针法从死神手里抢人的时候，你这庸医还在被技术解剖图呢。每一针都必须分毫不差，错半寸就是当场毙命。我食指轻轻弹动针尾，那些沉淀在血管壁里的呼毒素开始向胸口汇聚。毒血已经逼到喉口了，老头子，给我吐出来！淤血排出来了，命保住了。吐出那口致命的黑血后，顾老爷子的脸色终于恢复了些许人色。爷爷，您醒了，太好了！是唐诗，是他刚才要害您，我亲眼看到的。死到临头还在反咬一口，这女人的骨头里简直刻满了卑劣和无可救药的愚蠢。畜生！我每天晚上喝的参茶里，只有你和陈医生能碰到。你为了遗产，竟然丧心病狂的下毒害我！老董事长饶命啊！是顾青逼我的。他说只要您一死，事成之后就给我1个亿。我手里还有他的录音。铁证如山，连最亲密的同伙都为了保命当场倒戈。你胡说！你们都是串通好的，爷爷要相信我。涉嫌谋杀，南风，把这2人移交重案组，我要他们这辈子都在死牢里把牢底坐穿。看着这只绿头苍蝇终于被彻底送进垃圾，我只觉得呼吸都顺畅了不少。抢救室里终于清静了，我听着顾青那歇斯底里的惨叫声在走廊里渐行渐远。是，外公错了，我瞎了眼养了那只白眼狼。这份顾家100%的股权书，你收下吧，就当是给你的嫁妆。100%的股权，这老头倒是舍得下血本。拿整个京城第一豪门来弥补他当年的过错吗？我停下脚步，回头看着那份价值1000亿的宝纸。对普通人来说，这是登天的阶梯，但我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股份我收了，就当是你补给我母亲的嫁妆。但我姓唐，不姓顾，我不需要顾家的名头来镀金。但拿走这笔钱，是对顾青那种贪婪之人最致命的心理惩罚。顾老爷子好好休养，明天的世纪婚礼，陆家会派专机来接您出席。我陆婷的妻子，配得上这世间所有的顶级荣耀。明天就是婚礼了。所有的跳梁小丑都已清理干净，陆婷，准备好迎接属于我们的巅峰王座了吗？把老爷子安顿好后，我和陆婷回到了紫藤公寓。明天就是我们的世纪大婚，整个京城都沉浸在陆氏财团豪掷千金布置的玫瑰花海里。难得这活跃王今晚这么温柔，气氛暧昧的刚好，可偏偏有不长眼的畜生非要在这种时候来刷存在感，打断我的好心情。我放在茶几上的手机突然发出一阵极其刺耳的警报音，我低头一看，手机屏幕开始疯狂闪烁，原本的画质消失，取而代之是一个小血色的动态骷髅头。尊敬的幻影，听说你明天大婚，你的仇人顾小姐花了1个亿买我出手，我将为你送上全球联播的黑料大礼，准备好身败名裂了吗 ？X 暗网排名第2的万年老二，强行突破了我的手机基础防火墙，就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我头上动土？我眼睁睁看着陆婷看到屏幕上的挑衅后，眼底的柔情瞬间被极寒的杀意取代，她浑身冒着冷气，伸手就想把那台手机直接捏碎。顾青竟然在押送途中被人劫走了，南风这群废物，暗网的虫子也敢来扫我的兴，我今晚就派暗卫平了他们的基站。这种躲在屏幕背后的网络老鼠，物理毁灭太便宜他了，而且根本找不到他的真实坐标。不用，既然他想在网络世界里跟我叫板，那我就让他见识一下，为什么我是第一，而他只能是万年老二。我推开陆婷，直接在客厅的真皮沙发上坐下。我从背包里抽出那台平时极少动用的，只有硬币厚度的顶级极客电脑。敢拿我的婚礼来威胁我，这是触碰到了我这辈子最不能容忍的逆鳞。我深吸一口气，食指轻轻搭在散发着幽蓝光芒的机械键盘上，瞳孔深处仿佛有无数的数据留在飞速颤动。电脑屏幕的幽光打在我的脸上，此刻我就是执掌赛博世界的无情死神。金爷，帮我倒杯水。5分钟，我不仅要黑掉他的老巢，我还要夺了他的全球星链控制权，把他扒个底朝天。X， 你既然这么喜欢帮顾青出头，那我就顺着你的网线爬过去，让你体会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网络核崩机。我没有理会手机上还在嚣张倒计时的骷髅头，我的手指在键盘上化作了一道残影，密集的敲击声犹如暴雨落地，一行行代表着毁灭的红色指令疯狂刷屏。我直接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幻影主战号，这股庞大到令人绝望的算力，瞬间如同一头出闸的远古凶兽，沿着 X 留下的微小数据痕迹，一口咬了上去。我看到陆婷端着一杯温水，极其安静地站在我身后，她像一尊不可撼动的石雕守护神，替我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干扰。我看着代表她真实 IP 的地理坐标，开始在地图上急速缩小。找到了，躲在北欧的地下防空洞里。
给我乖乖的在这个赛博地狱里永世不